这压力罐次次漏水，这个地方也漏。压力表的压力一直往上涨，说变频器不变频了，一直50赫兹。刚到达现场，他们就告诉我说变频器一直报一个故障代码 F0， 一直显示 F0， 它是一个程序代码。这个变频器应该是谁动过了。打开变频器看一下接线，这个变频器是恒压供水，它这个接线也很简单。这3根线是接远传压力表的，从这个端子上来看就是一个压力信号的反馈。这边有一根线，就是短接这2个端子，就是变频器运行，不用按这个键就运行。接线接的都对，他们说线都没动过，为什么压力会一直往上涨，变频器不变频了呢？去找一下储水罐，也叫压力罐。这里有个远传压力表，现在没有水，压力为0。这边有接线，那头接的变频器，他们怀疑是不是压力表不好，导致的不变频。他们的意思也很明确，变频坏了换变频，大不了全换。那我也得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接线都没动，把这个运行的线头松一下，轻轻的动一下这个线头，重新给它一个启动信号。现在变频器运行了，看一下显示多少赫兹，50赫兹运行。这就是他们说为什么一直50赫兹运行，不变频了。可以掐一下水泵的电流 12.7 安，水泵是没问题的，正常运转。他们说让我换变频器，我也得确定一下是哪里的问题。来看一下远传压力表的压力，都5个压力了，水罐也在漏水。他们想让我把水罐一块换了，其实我心里不愿弄这些东西，不是说有钱不愿挣，我嫌麻烦。他们水泵是每天靠这个时间继电器定时送电，定时断电，送上电以后变频器就开始自动运行，水泵开始打水。现在就是运行的状态，一直打水是远传压力表不好使了吗？我测一下远传压力表好不好使，拆下一根线，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，就测公共端和这个滤线之间的电阻，表针到1的位置，然后把水罐的阀门打开放水，看这个远传压力表的表针的位置往下降了，刚才 0.4 以上，现在 0.4 以下。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滑动变阻器，表针动它的电阻就变化。再测，刚才在1，现在到1和0之间。再看这个压力表，又往下落了不少。现在测，马上接近于0了。压力表电阻正常，是接线错了吗？他们说线都没动过。另外还可以这么测，把正时符这一个线也拆下来。这个方法也是变频器的工程师教我的，然后找一个线头，2头扒开铜丝，然后把变频器启动起来，运转起来，就用这个线头去短接刚才拆下来的这2个端子，就是短接了这2个端子。现在看这个频率慢慢的下降，这样是对的。这就是说随着水压的升高，远传压力表把信号传过来以后，水泵会停止运转，拿开线头，水泵就转起来了。这就相当于水罐的水多少，压力的大小来控制这个水泵的运转。那这么说这个压力表有没有问题啊？这里边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压力设定。恒压供水变频器和咱们常用的控制电机运行的变频器不一样，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也没有，找到了厂家的技术要了一个参数指导，它里面有个压力设置1600，这个变频器必须有的，就是用户这个最大多少公斤的压力1600，这是个最大数。您再看这个远传压力表，最小是0，你看到头 1.6， 就是变频器设定的1600，那 0.4 就是400，所以说这个压力是用户自己设定的，这个表会把水的压力反馈给变频器，用户可以自己设定压力，我要1公斤压力2公斤压力，就可以调这个旋钮来设定，这个不是调转速的啊，他们都以为这个是调转速的，说调这个钮不管用，怎么来设定啊？看调了多少压力，按下这个键以后，上面显示177，就是 0.17，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吧。
这个数可以想调大调大，可以想调小调小。你设定多少压力，水泵就会给你打多少压力。这个数最大到1600，这个不能设定太高。那先设定这个数吧，把远传压力表的线接上，再设定低一点。罐里现在没水了，手动开机，变频器运行，频率在往上升，频率一直上升，一直上升。我去看看那个压力表，设定0.1，很快就到了。看频率有变化吗？在慢慢的下降，水泵打水越来越慢，这样就没问题。变频器和远传压力表都是好的。当然这个100这个水压太小，他们说就用到250，调到253。都明白了，这不是一个调速的旋钮，那这样就行了。变频器也不用换，压力表也不用换，换水罐我也不愿干，那等于说啥也没干。那就感谢您的观看，喜欢我视频的请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请多指点。家里突然全都没电了怎么办？先看看跳没跳闸，闸也没跳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应该找谁呢？一般这种情况就是楼下的电闸跳了，但是这一个是找了供电所的师傅来看了，说楼下的电路没问题。一看这个配电箱盖从装修完以后10几年没开过盖，这个电闸没换过，没修过，一般总闸的问题可能性大。一般情况下没跳闸，没电了，都怀疑这个主线是不是有问题。一没有电，二没跳闸，然后就怀疑是不是主线有问题，怀疑主线是不是断线了。电比测，电闸下边的零线带电，电闸上面的零线不带电。这个不用望远表测电压就能确定问题，它这一个空开有问题，落都落不到底，电闸有问题。零线应该不带电的，结果零线带电，火线带电，很明显零线断了。这个可以直接把电闸换掉，换个新闸，拆掉电线。电闸好好的为什么会坏呢？上面的压线螺丝我没动，看一下这个零线，零线没压紧，那又是虚接发热造成的烧坏电闸吗？火线没问题。这个处理也很简单，就是换上一个新电闸，压紧螺丝。再来看这一个，也是因为没电，灯插座都没电，所以把电闸都拉下来了。我到现场以后就是这个样，没弄清什么情况你都不敢直接送电。同样是用电笔来测灵活线，都正常，但这种情况我不敢送电。其实我也怕一送电砰一声，问房主，房主也说不清楚，只是说楼下的电闸物业过来看过了没问题，所有的闸都没跳，就是没有电。测一下电压，输入电压，电压正常。看一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，发现有烧糊的地方。这根线还是从电闸过来的主线，拆掉这些连接片，它这一个虽然往左右并了很多线，但是都没起作用。你看火线和零线都粘一起了，发热多厉害。这个主零线都没压到这个电闸里边，就这么干巴巴的放在了外边，就这样用了10多年呀。你看这个螺丝的颜色就知道了，就是靠这个并出来这根蓝线，这个细线支撑着全屋的零线。很明显线没压进去，这个闸还可以用。上一个闸我也拿回来了，从外观看还可以，这个可以用望远表测一下通断。这一项是通的，看这一批不通，闸合上了还是不通。这个可以拆开看一下，它里面的触点是不是不好了，很野蛮的暴力破坏。推上闸看一下触点，没碰上，有个缝。你看这一边触点结合很好，这两边这个颜色都不一样，这个是颜色正常，这边颜色就变了，有烧糊的痕迹。所以电线虚接发热造成的故障在维修中遇到的特别多，所以每一次接完电闸要把线往外拽一拽，看看是不是虚接松动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在评论区多多指点。